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分享给大家一种好吃、好做、低糖、健康的水晶枣肉的馅料，适合制作各种糕点和月饼。主料也只用了冬瓜和大枣，这两种也都是美容养颜的食物，可以做成一些低油低糖的糕点，在吃到美味的同时，还能做到健康。馅料制作起来很简单，只需要处理冬瓜和大枣两种材料就行了。大枣简单的切一下，顺便把核去掉。处理好的大枣纯枣肉一共是500克。接着来处理一下冬瓜，这块冬瓜大概是1500克左右，去掉皮去掉瓤之后是1250克。准备的材料是按照处理好的重量来算的啊，一共是准备了500克的枣肉和1250克的冬瓜肉。把切好的冬瓜擦成丝，然后加入大约2克的盐，简单的用手抓拌一下，静置3到5分钟，杀一杀冬瓜里的水分，最后把冬瓜里的水分掐出来。前几天分享的水果馅料的做法和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但是做水果馅料要尽量把冬瓜里的水分多掐出来，这样可以大大节省炒馅的时间。但是做这个水晶枣肉馅，冬瓜里的水分掐出50%就行了，因为大枣和冬瓜混在一起，后面炒馅的时候啊，枣肉会吸收水分，如果掐出来的水太多，会导致做出来的馅料里面的枣肉比较硬，如果不掐水，炒制的时间又会比较长，里面的大枣都炒烂了，口感上就不好吃了。两种材料处理好之后，就一起放在炒锅里翻炒。炒的时候火候不宜过大，用中火来炒。这个馅料做起来特别简单，但是口感和味道绝对会让朋友眼前一亮的。而且冬瓜和大枣都是非常好的美容养颜的食物，那把它做成低糖的糕点或者是月饼，绝对会非常受欢迎的。简单的翻炒一会儿之后，里面的冬瓜已经烂了。这个时候加入30克的食用油，接着翻炒。建议用味道比较小的，比如说玉米油。加入油可以增加保质期，炒馅的时候还可以防止粘锅。但是加入的油不多，所以这款馅料的保质期会比较短。做成的糕点尽量不要保存太长时间，但是保存1个星期左右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翻炒到水分已经炒出来很多了，枣肉也比较软了，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。如果是做糕点，可以炒的稍微软一点；如果是做月饼，尽量炒的稍微硬一点，因为馅料太软会导致月饼开裂或者是塌陷。这个时候就再加入150克的麦芽糖，炒至均匀，这样馅料放凉之后就会变得稍微硬一些，方便来制作。大枣本来就有甜度，所以就不用放白砂糖了。麦芽糖的甜度只有白砂糖的1/3，所以相当于只放了50克的白砂糖，加上冬瓜的稀释，甜度比只吃大枣还要淡。加上大枣的品种不一样，如果感觉甜度太淡，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白糖。接下来再翻炒一会儿，炒至均匀，大家可以直接参考视频里这个硬度就行了。炒制好之后盛出放凉，放凉之后就可以来制作各种糕点了。那接下来就用这个馅料制作一款苏式的月饼，因为苏式的糕点只要是开酥的，基本上制作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学会了这一种就相当于学会了几十种。加上苏式的糕点，饼皮的含糖量非常少，今天也是主打低糖的，也就非常适合做这个。前几天也分享过这种酥皮糕点的做法，如果是看过的朋友，那今天的这期视频也就结束了。没看过的朋友，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遍。首先是要把馅料放凉，放凉之后把馅料分成每个60克一个的小剂子。今天制作的糕点是100克每个的，皮子是40克，馅料是60克。分好之后放在一旁，接下来制作油酥和油面。首先来制作油面，先在200克的中筋面粉里加入10克的白砂糖，再加入80克左右的水，最后加入60克的猪油，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行了。没有猪油可以用普通的食用油代替，但是食用油比较稀，可以适当减少10到20克。
油面和好之后就放回到和面盆中备用。接下来制作油酥，这个比较简单，200克的中筋面粉里加入100克的猪油，和成一个面团。如果用食用油的话，也是适当减少10到20克。如果天气比较热，猪油比较稀，也可以适当减少10到20克。猪油比较粘稠，不太好成团，可以先搅拌成絮状之后，把材料倒在案板上，用手去搓，这也叫搓酥，可以更方便快捷的把材料揉搓均匀。2份材料准备好以后，同样静置15分钟之后来制作。制作的话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大包酥，另一种是小包酥，这里都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准备的这份面皮大概能做12到15个，我们就以12个为例吧，做的稍微大一点，分出6个小剂子和2个大剂子。包酥的话就是油酥和油面1比1就行了，包的时候尽量前后均匀一些，这样后面擀的时候不易破酥。做的时候如果做得慢，可以一次性先包5个，做得快的可以一次性包10个，但不要包一个做一个，面团没有一个松弛的时间就开始制作，容易破酥。开酥的话就是在案板上撒上少许的面粉防粘，把包好油酥的面团擀开。擀开之后卷起来，然后再简单的擀一下，再卷起来。最后擀的稍微大一点，中间较厚，两边较薄的面皮包入馅料就行了。开酥的话最好开一个包一个，开好酥的面皮只要稍微一放就会变得比较硬。这种酥式的糕点只能做到低糖，如果想做低油低糖的，可以用糯米粉来做面皮，就类似于冰皮月饼或者是雪媚娘之类的糕点，之前也分享过类似的，可以互相结合一下。包入馅料之后，可以用一个圆形的模具按压一下，一般这种模具都是做饼干或者是桃酥用的，按压一下，烤的时候不易变形，烤出来比较规整。没有的话也就不用这个铁圈了，用手按一按就行了。那大包酥和小包酥的开酥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唯一就是开好酥之后，大包酥切成小剂子来用。这种方法制作比较快，而且制作出来的糕点大小都差不多，不易变形，整体的样子看上去比较规整，但是有一定的操作难度，要操作的比较快。建议在家做的话，可以用小包酥的方法来做。全部做好之后，为了颜色搭配上更好看，可以用一个食用色素盖上一个红戳，如果没有这一步也可以省略。做好之后需要看用的什么馅料，如果是用的比较软的，含水量比较大的，需要用一个牙签扎上少许的出气孔，不然烤的时候容易裂开，不用扎得太密集，扎上几下就行了。制作好之后就可以立马送入烤箱里烘烤了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40度，下火14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25分钟左右。如果是比较大的烤箱，像80升以上的，就适当增加个20度；如果是比较小的烤箱，像30升左右的，就适当减少个10度。馅料一共分出来20个，但是面皮只能做12到15个，因为面皮和馅料不是一起拍摄的，所以大家在制作的时候根据馅料调整一下面皮的比例就行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